响指动漫的这套机甲忍者龟，4个都已经集齐的把4打在公屏上，只收了1个的那就小一飘起来。话说4个里面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可乐要嘉宾玩具要走心，欢迎收看 TF 生写的玩具视频分享。火仔动漫与响指动漫联合推出的这一套机甲忍者龟的最后一款 Donatello， 抱歉，视频我出晚了，现在给大家补上。包装盒方方正正，与前几款统一的风格，正面彩绘直接可以看到半胸像。难道这次主打的是战术眼镜？左右两侧实物展示，它有一把狙击大枪，冷兵器的长棍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上下2个面是灰白图，盒子背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，各种玩法的展示，武器可以发光，各种冷兵器和小机关都是卖点。来开盒，打开包装，4层稀疏内包，他们家的产品给的配件一向都是很多的。第一层就是主武器，一把狙击枪和它相关的配件，还有一个小乌龟的侦察机。第2层就是主体了，头部和龟壳需要进行简单的组装。第3层是一些附属配件，神龟车还是有透明和原色2个不同的选择，这下终于能拼出一辆完整的小车了。最后一层是地台和支架，还有一些附属的连接件，有一个斗篷，正面是迷彩色的，背面则是Donatello的紫色吉利符。说明书第1页是所有配件的展示，后面是每一个部件的安装和玩法展示，还有这辆神龟车的拼装说明。我们先看本体，多纳泰罗在4兄弟中是绝对的科技担当，擅长计算机与机械制造，团队中那些新型的战术装备和武器设施基本上都是他发明出来的，可以说是4个当中最有智慧的一个。响指动漫的这款多纳泰罗造型设计精准贴合他技术担当的人设，外形很有辨识度，涂装上也是采用了比同系列其他机型更深沉的配色方案。本体的高度算到脑袋是23厘米，大量的合金材质赋予了这款玩具扎实的手感，这样的坠手感会给你一种莫名的安心。现在只是轻装形态就已经有874克了，我很好奇重装模式能有多重。头部是最具辨识度的，而这次的加分项完全是来自于这个可以上下活动的夜视仪眼罩，细节非常到位。它有一个夜视镜，还有红外线的锁定，左侧配备了战术天线，搭配眼部 LED 灯组，瞬间拉满战场侦察氛围。用这块小披萨就可以触发眼部的 LED 灯组了。以下是常亮模式，再碰一下改为呼吸灯模式。个人觉得它的眼部光线还是有点偏暗，如果你戴上这个眼罩，基本上是显现不出来的。它如果能做出那种光线可以透射出来的，那就会更有真实感了。胸部专属的灰色外装甲与紫色标识形成鲜明的区分，裂甲元素的运用强化了机甲的质感，全身各处的一应细节也是为这款冰冷的机甲增添了一些卡通的元素。肩甲和膝盖部分这2处装甲格外醒目，上面还带有一个提手，这是准备把自己提起来嘛。腰带上使用了很多金属色的涂装，正中间有一个大写的 D， 是它名字的缩写，还预留了很多的连接插孔。龟壳可以完全拆卸，内部驾驶舱还原了控制式的结构，你可以把这个坐姿的小神龟人偶放进去，这和前3款都是一样的玩法。可动性与前3款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。头部是分为2段关节，活动的幅度和范围都比较大。解锁胸甲之后，它就可以弯腰了，还可以左右侧弯，扭腰时带有明显的阻尼感，这个手感很好。肩甲可以独立活动，手臂可以往前伸展，肩膀可以360度旋转，大风车没有问题。侧平举也是超过了90度，手臂可以360度平转，手肘是2段关节，上抬的角度也还可以，并且它后面是有一个液压杆的联动，拳头可以360度旋转，它还可以朝外活动。3根手指都是带有3段的独立可动关节，别看人家手指少，还怪灵活的嘞。前踢不受任何干扰，后踢时会碰到腰带，角度比较有限，侧踢表现相当好，单腿站立轻而易举。大腿根部关节可以360度旋转，膝盖是2段关节，并且它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联动，往下拉动的同时，膝盖和大腿会有裂甲的展现，角度完全也是够用了。大脚板可以上下活动，左右只能旋转一点点角度，2根前脚趾是独立活动的，内外接地关节表现不错。整体的可动表现兼顾了稳定性与灵活性，既保证了活动的角度，又维持了机甲的美感。这次多纳泰罗的配件丰富度堪称系列巅峰，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花样。首先登场的是背部组件，这个配件一整块都是合金的，还有2根机械臂，前端搭载了不同的装置，一个是多功能的机械爪，另外一个是量子雷达，左右可以随意安装。我们把龟壳上方
这一块部件拿掉，它也是合金的，对准凹槽把它插进去就行了，首个装置完成。这两个机械臂的功能主要是提供战术支援，其实身上很多的连接插孔都可以搭载，放在背后的好处在于不影响其他配件的玩法。机械爪和量子雷达都可以进行更换，这个小配件上面可以打开，翻出隐藏的炮管，它就有一个替换的玩法了，就像一个小型的炮台一样，带有自动瞄准功能，专门用来对付无人机这种电子装置。说到无人机，这次倒还真有一个专属的无人侦察机，外形是一只小龟龟，头部就是一个电子眼，4个小角角带有轮子，可惜没有办法滚动，尾巴还带有2门火炮，它可以上下以及360度旋转，4条腿也有不错的可动性，我转360度射击无死角。龟壳顶部这块部件可以拿掉，刚才那个炮台我们给它装上一个连接件，就可以搭载到这个无人侦察机上来，瞬间提升了它的进攻火力。它还有一个玩法就是龟壳可以展开，里面藏有一个机械爪，这个钩子把它展开，中间连接上软钢丝，两头给它连接好，它就有了一个钓鱼的玩法了。这个适合远距离攻击，用来抓取一些东西或者破坏地雷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装置。这个侦察机有2种搭载方式，底部装上连接件，肩胛这里一个小部件可以先拆掉，我们把无人机装在上面，这个玩法很有意思。第2个连接点在小臂后方，建议大家可以把它的腿部全都收起来，头和尾巴也稍微藏一藏，你卡上去之后瞬间就变成了一块盾牌了。这个多功能侦察龟真的是堪称点睛之笔，既可以独立把玩，又可以和主体相结合，玩法非常多样，带给我不少的惊喜。给这门火炮安装上一个连接件，就可以安装到小臂后方了。它刚好和肩膀上的盾牌形成了一个攻防一体的组合，充分利用了主体身上的插孔。接下来就轮到它的主武器登场了。多纳泰罗是耍棍的，这根棍子是合金材料的，只不过它中间是空心的，如果做成全实心的就不方便握持了。这根棍子比起主体要高很多，玩起来是挺有手感的。给它套上一个小配件，就能够固定在手掌上了，这样方便握持，就不用担心棍子握不住会掉下来的情况发生了。多纳泰罗的棍法也不知道出自哪个门派的，我记得在动画中他这根棍子是有拆分过3节棍的，玩具就给了一根棍子，摆造型也完全够了。它这根棍子还有另外2种搭载的方式，一种是可以卡在这个机械爪上，用机械爪来耍棍就可以解放双手，这也算是一种物理的外挂，没办法，谁让人家是科学家呢？安装上另外一个连接件，就可以搭载于龟壳侧方了，这是最标准的一种收纳方式了。这根大铁棍背在身后确实够拉风。终于轮到热兵器登场了，这是一把钨弹枪，造型很标准，带点科幻元素。下面这个把手可以前后推进，比较仿真。钨弹枪的破坏力那是毋庸置疑的，要是近距离挨上一枪的话，身体不是开花就是破个大洞，你穿了防弹衣也没用。安装上一个配件就可以搭载于小腿侧方了，或者你想要拔枪速度更快一点的话，别在腰间也不失为另外一种选择。毕竟高手对决，出枪快才是王道。有了近距离的武器，远距离就全靠这把狙击大枪了。先要做一个简单的组装，把瞄准镜安上去。安装弹匣的时候需要格外注意了，我们要把这根退膛杆顶在最前端，这个弹匣上面也是有一个小箭头的，要把它指向正前端，然后再安装上去，这样它就锁定了。它好玩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安装仿真弹，有一个空的弹匣，给你配了4个金色的子弹，金属的材质哦。我们可以把这4枚子弹一颗一颗分别的安装进去，子弹头和下面这个小箭头必须指向同一个方向。我们把这4枚子弹全都装好之后，一定要记住这个退弹杆要顶在最前端，然后再把这个弹匣卡到底，拉动这根退膛杆的时候，子弹就会一节一节掉出来，是不是还挺仿真的？前端自带了一个支撑架，把它翻下来，往两边撑开，它就有了一个稳定的支撑了。另外2个备用的弹匣，我们把它套上连接件，就可以把它们安装在腰带上了，这样它就有了一个很充足的弹药补给了。这个小设计我觉得非常贴心。
狙击大枪也可以搭载于龟壳上，一边是冷兵器，一边是热兵器，随时随地能够带给你水深火热的体验。狙击枪肯定是要搭配吉利服的，这个迷彩色搭配本身的绿色，相得益彰。它要是藏在野外的草丛里，完全不会被发现。它还有一个重型兵器复合磁轨炮，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厉害的样子。整把武器非常科幻，这门炮体积很大，它有一个非常炫酷的光电效果，利用这个磁吸的披萨来触发一下，接触一下是常亮，上面的瞄准镜是红灯，前端的轨道炮是黄色的待机效果，非常漂亮。触发第2下切换成慢呼吸灯效果，触发第3下就变成快闪效果，第4下则是熄灭，而且它熄灭的时候是从头到尾逐渐熄灭的，效果非常逼真，而且相当炫酷。安装上一个连接键，替换掉一根机械手臂，瞬间就变成了一门尖炮了。这门尖炮看尺寸就知道它威力有多大了。这一炮轰上去，所有电子设备全都崩溃。它和这把狙击枪还有一个组合的玩法。我们先把上面的瞄准镜拆掉，安装上这个连接键，然后把前端的枪架移到后面去，磁轨炮两侧展开，前端这个部分可以拆卸，把里面这个透明键替换一下，换成这个稍微大一点的，然后再和这门磁轨炮进行一个连接，两边再放下来，侧方这2个小部件可以拆卸，可以安装上这门臂炮，增加火力，这就是一把终极的武器了。后面装备了电子瞄准镜，一旦被它锁定，想逃走那是不可能的。它完美结合了电磁炮与狙击枪，达到了1+1大于2的效果，两者的玩法全都保留了下来。提着这么一把重型武器，敌人远远的看到还不得撒腿就跑，这一枪开过去，分分钟把对方团灭。全副武装形态，重量达到了1047克，比之前要重不少吧。一台支架和前3款一样，把盖板打开，里面有收纳功能，可以把不用的一些小零件都放在里面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丢件了。这款多纳泰罗以合金材质的扎实质感、创新的武器联动玩法和差异化的造型设计，交出了一份合格的收官答卷。抛壳狙击枪、磁控灯效复合炮等亮点设计，充分展现了厂家对玩家需求的聆听与回应。但夜视仪不发光、重型武器承重不足等细节缺憾，也暴露了设计上的妥协。总体而言，这是一款优缺点鲜明的粉丝向佳作，机甲神龟的集结时刻足以弥补你的童年遗憾。视频最后一键3连和投币都不要忘了点哦。拜拜。